顾廷霄站在不远处的黑色奔驰车旁，剪裁得体的西装让他看起来依旧像个风度翩翩的成功人士。他单手插兜，眼神里带着一种自以为是的怜悯。映雪，其实你没必要这么急着切割。顾廷霄推了推眼镜，语气低沉。虽然你主动放弃了公司股权，但作为前妻，如果你生活上有困难，我可以按月给你生活费。苏映雪转过身，将那本证件放进手包，语气平淡的像是在律所对谈。顾总，你在股权架构上做了3层嵌套，还把大额债权挂在了你妈的名下。如果要打官司，我至少要花2年时间和6位数的诉讼费去清算你的虚假债务。对我而言，时间成本比那点注水的资产更值钱。陆廷霄的脸色僵了一下，随即冷哼一声，你还是这么喜欢算计，一点女人味都没有。怪不得妈总说跟你在一起过日子像是在开庭，所以祝你以后能找个不带脑子只带女人味的。苏映雪自嘲地勾了勾唇角，为了这1个小时的自由，她签署了一份债务一揽子抵销协议。顾廷霄以为苏映雪净身出户是走投无路的软弱，却不知苏映雪利用协议中的一个交叉条款，将顾氏商贸几笔即将到期的坏账债权全部买断。在顾廷霄眼里，那是烂账；在苏映雪眼里，那是可以勒死顾家脖子的绞索。顾廷霄转身上车，车窗降下，他最后扔下一句对了，廷义说下午要带他的新嫂子回家吃晚饭。映雪，如果你没地方住那套小公寓，你可以先搬过去，别流落街头，显得我顾家刻薄。黑色奔驰疾驰而去，喷出的尾气在大暑天的街道上显得格外刺鼻。苏映雪在路边站定，走到旁边的彩票站，这是她3年前结婚那天开始追的一组号，用的不是家人的生日，而是她经手的第1宗破产并购案的卷宗编号。老板照旧5倍追加，他付了钱，将那张轻飘飘的小纸条塞进钱包，这更像是一个仪式，对过去那场失败并购，这段婚姻的最终清算。回到了临时租下的工作室，苏映雪迅速打开电脑，她的动作干净利落，律政佳人的职业本色在这一刻全数回归。映雪，你真离了。电话那头是他曾经的助理，也是现在的私人财务顾问小周。离了手续办得很顺，顾廷霄以为他占了大便宜。苏映雪一边敲击键盘，一边调出顾氏商贸最近3个月的现金流分析图，帮我盯紧那几笔烂账，另外帮我物色几个信托方案，我想把手头的离岸头寸重新整合。你还是老样子，哪怕离婚了也得先算一笔账。小周感叹道。对了，刚才开奖了，你追的那组号，映雪，你最好自己看一眼官报，我心跳有点快。苏曼雪停下手中的动作，刷新了网页，那一串熟悉的数字映入眼帘。大乐透1等奖5倍追加。苏映雪盯着屏幕看了整整3秒钟。作为一名顶尖律师，她从不相信运气，她只相信概率。但当概率真的降临在自己头上时，那种巨大的几乎可以撬动世界的杠杆感，让她握着鼠标的手微微发颤。60亿这笔钱足以买下10个现在的故事。商贸窗外蝉鸣声依旧聒噪。苏映雪深吸一口气，合上笔记本电脑，眼神中闪过一丝锐利。就在这时，放在桌面上的手机疯狂地震动起来。来电显示顾廷烨，那是顾廷霄的亲弟弟，一个24岁只会伸手要钱，在顾家横行霸道的纨绔子弟。苏映雪接起电话，还没开口，
那边就传来了顾廷烨嚣张至极的笑声，背景音里还有发动机的轰鸣声和廉价的电音舞曲。苏大律师办完手续了，听说你净身出户啊。子子，我就说嘛，你这种强势的女人，迟早的被我哥踹出门。顾廷烨的声音里透着一股小人得志的快感。我现在正带新嫂子买包呢。我哥说了，以后新嫂子管家，她可不像你天天拉着个驴脸，她比你听话1亿倍。我哥放个屁，他都说是香的。苏映雪听着电话，看着屏幕上显示的60亿中奖信息，突然觉得眼前的这一切荒诞的有些好笑不停。一米哥既然这么喜欢听话的，那就祝他以后耳根清净。苏映雪的声音冷静的让对面有些冷场。你别在这装冷静了，苏映雪，你现在肯定在哪吃泡面哭呢吧？顾廷烨大声嘲讽。实话告诉你，新嫂子乔诗雨不仅听话，还带了福气进门。她刚给我哥介绍了个海外投资项目，价值几个亿。你就守着你那本离婚证，去律所打零工吧。海外投资，苏映雪敏锐的职业直觉让她察觉到了不对，但她只是淡淡一笑。好啊，那就祝顾家福星高照。不过廷义，顾家的现金流真的撑得起几个亿的动作吗？这就不劳你操心了，你这个外人。顾廷义啪的挂断了电话。苏映雪听着电话里的忙音，缓缓靠在椅背上。海外投资乔诗雨，她重新打开电脑，在搜索框输入了几个关键词。逻辑是不会骗人的。一个23岁靠听话上位的女孩子，随手带给婆家一个过亿的项目，这背后的对价是什么？顾廷潇那种自负的性格，最容易被这种所谓的崇拜感和温顺带进陷阱。苏映雪拨通了小周的电话，语气已经恢复了往日的杀伐果断。小周，暂时不用找信托了，帮我开一个秘密账户，我要以匿名债权人的身份开始全面回购顾氏商贸的短期承兑汇票。映雪，你要对顾家动手不？苏映雪看着桌角那张小小的彩票，眼神明亮。我只是要看看，顾廷潇口中那个听话1亿倍的新大嫂，到底能让他亏掉几个亿？我想看看，当顾家大厦将倾的时候，那个听话的女人会不会陪他一起掉进地狱？在这个世界上，昂贵的东西往往都有代价，听话也是有标价的。而他现在手里握着这世上最雄厚的筹码，准备看一场关于因果的博弈。苏映雪在工作室的落地窗前站了很久，直到夕阳将整座城市的轮廓勾勒出一层冰冷的金边。屏幕上的中奖页面早已因为长时间不操作而自动锁定，那一串数字已经刻进了他的职业脑海里。作为一名曾经处理过无数资产重组案的顶级律师，他非常清楚60亿现金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从这一秒开始拥有了改写局部金融规则的权利。他没有尖叫，没有狂欢，甚至没有给自己倒一杯庆祝的红酒。他只是极其冷静地拿出一张白纸，在上面画出了故事，商贸现在的财务结构。图为小周。苏映雪再次拨通电话，语速快而稳定。我刚才给你的指令继续执行，但规模要扩大。我需要你在3天内通过离岸空壳公司把顾氏商贸流落在外的所有短期抵押债权全部摸排一遍。记住，不要触碰任何报警红线，我要做的是静默蚕食。映雪，你真打算动用这笔天降横财去对付顾家？电话那头的小周倒吸一口凉气。60亿呀，你就算存银行吃利息，下半辈子也足够在北欧买个岛躺平了。
躺平那是退休，而我现在正处于事业的清算期。苏映雪看着屏幕上顾廷潇那张自负的头像，眼神冷冽。顾廷潇一直觉得我太强势，觉得律师的逻辑没有人情味，那我就用他最崇尚的资本逻辑，送他最后一段路。对了，帮我查一个叫乔诗雨的女人。乔诗雨，就是顾廷烨刚才说的那个新大嫂。23岁，刚大学毕业，据说带了个过亿的项目给顾廷潇。苏映雪冷笑一声，顾廷潇虽然自负，但并不傻。能让他这种老狐狸在离婚第一天就带回家的女人，要么是极度愚蠢的真爱，要么是极度聪明的猎人。我打赌乔诗雨是后者。此时顾家老宅的晚宴已经进行到了高潮，餐桌上摆满了精致的粤菜，顾母坐在主位，笑得合不拢嘴。顾廷潇坐在旁边，神色间虽然还有些离婚后的阴郁，但在看向身边的乔诗雨时，眼神里多了一份久违的优越感。乔诗雨穿着一件月白色的旗袍，长发温顺地挽在耳后，正细心地为顾母盛汤。妈您尝尝，这花椒鸡汤我熬了4个小时。乔诗雨声音柔柔弱弱，带着一种不谙世事的纯净。廷潇哥说您最近胃口不好，我特意放了些温补的药材。好，还是诗雨懂事。顾母抿了一口汤，故意拔高了音调，不像那个姓苏的。结婚3年，进厨房的次数一个手都数得过来，整天在外面和男人打官司，回到家就摆着张冷脸给谁看。廷香妈早就说了，女人就得像诗雨这样温婉听话，才是持家的样子。顾廷潇拍了拍乔诗雨的手背，有些意气风发的开口，马诗雨不仅会持家，还是我的事业帮手。他父亲在海外做林场生意，诗雨今天刚给我引荐了他们家族的一个基金会，初步意向是投2亿给我们的新零售板块。2亿。坐在一旁的顾廷烨正往嘴里塞鲍鱼，闻言两眼发光。新嫂子，你这哪里是福星，简直是财神爷啊！你看你离了苏映雪那个倒霉蛋，好运立刻就来了。廷尉别乱说。乔诗雨低下头，露出一截白皙的景象，显得极度卑微。我也只是想帮廷潇哥分担一点，廷潇哥这么优秀，顾氏现在的困难只是暂时的。顾廷潇被这番崇拜的话说得通体舒畅，苏映雪永远不会这么夸他。苏映雪只会告诉他，这个项目的毛利太低，现金流周转天数不合理，建议砍掉。诗雨那笔投资的协议，我已经让财务去过一遍了。顾廷潇虽然在享受温顺，但商人的本能还在。不过对方要求的质押物是顾氏商贸 30% 的原始股，这个比例是不是廷潇哥？我也觉得比例有点高。乔诗雨咬了咬唇，眼里竟然泛起了泪光。可那是我二叔负责的基金会，他说如果不拿股权做背书，家族内部没法交代。你要是不放心就算了，我也没想过要干涉公司的决定，我只是想帮你。哎呀，廷潇，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多疑？顾母急了，一把放下汤勺。诗雨为了你忙前忙后，你还怀疑人家？再说了，诗雨以后是你的人，他的家族就是你的家族，这钱左口袋进右口袋，有什么好担心的？顾廷潇看着乔诗雨那副受了委屈却还要隐忍的样子，心里那点防线彻底崩了。他想起了苏映雪在民政局门口看他的那个眼神，那是看穿一切的冷静，让他无处遁形。而乔诗雨的眼神里只有依赖和崇拜。好了，不提了，明天我去签协议。顾廷潇豪气地挥了挥手，诗雨，明天上午我让廷义带你去恒隆，
看中什么包，直接刷我的卡。咱们顾家不会亏待自己人，谢谢霆霄哥。乔诗雨温顺地依偎在顾霆霄怀里，在众人看不见的角度，嘴角浮起一抹转瞬即逝的弧度。而在城市的另一端，苏映雪正在翻阅小周传回来的电子档案。乔诗雨23岁，出身寒微，父亲并非什么林场主，而是一个身负巨额赌债的失踪人口。口中那个所谓的海外基金会，注册地在开曼群岛，其实是一层套一层的虚假外壳。映雪这女的胆子太大了，小周在电话里惊叹，这分明是精准收割啊。他给顾霆霄画了一个2亿的大饼，其实是想要那 30% 的原始股股权，然后通过复杂的债权转让，把顾氏商贸彻底搬空。不，他一个人做不到。苏映雪翻到了乔诗雨的社交圈记录，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重合点。顾廷义最近常去的那家地下会所，老板正是这个海外基金会的关联人。看来顾廷义不仅是助攻，可能还是内应，只是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被卖了。陆映雪揉了揉眉心，手机屏幕再次亮起，是银行的入账提示。由于中奖金额巨大，分批到账的第一笔10个亿已经划入了他的监管账户。小周启动啄木鸟计划，苏映雪的声音在黑夜中显得格外冷静。顾廷霄明天去签股权质押协议，我们就去收购顾氏商贸下游最大的3家供应商债权。我要在乔诗雨把股权洗白之前，先让顾氏商贸进入债务红线区。可是映雪，如果这时候顾家发现你有这么多钱，他们赖上来求复合怎么办？小周有些担心，逻辑是不允许回头路存在的。苏映雪放下手机，眼中闪烁着睿智的光芒。顾廷霄这种人，在他拥有听话1亿倍的新欢时，他绝不会想起前妻的好，他只会觉得我是在嫉妒，是在报复。我要等他亲手把顾家送进坟墓的那一刻，再以最高债权人的身份出现在他面前。苏映雪站起身，拉开了阳台的门，夏夜的微风卷走了工作室的沉闷。他手里握着那张价值60亿的彩票存根，随手将其撕碎，扔进了碎纸机。这些钱对他来说，不是消费的狂欢，而是这场大型因果博弈的筹码。顾廷霄，你说乔诗雨听话1亿倍？苏映雪对着夜空低声自语，嘴角挂着一抹冰冷的笑意。那我们就看看，当你一无所有时，这份听话能不能抵消那60个亿的落差？离婚后的第2天下午，阳光毒辣的像是要烤干柏油马路。苏映雪正坐在新租下的甲级写字楼内，面前是2名资深精算师和财务顾问小周，桌上堆满了顾氏商贸近5年的财报对比图，红色的下降曲线触目惊心。映雪根据最新截获的信批，顾廷霄今天上午10点准时出现在了君悦酒店，和乔诗雨背后的基金会签署了股权质押协议。小周神色严峻，将平板电脑推到他面前。他质押了 30% 的股份，换取了2亿的所谓过桥贷款。但这笔钱并没有进入公司公账，而是打进了一个新成立的子公司账户，法人是顾廷义。苏映雪看着那张法人授权书，眉心微跳，顾廷霄这是疯了。为了规避审计，他竟然把这么大一笔钱交给他那个只会花天酒地的弟弟管理。看来乔诗雨不仅吹了枕边风，还精准地利用了顾廷霄对家人的那种盲目自大。就在此时，苏映雪那台专门用于私人联系的手机突然疯狂震动起来，屏幕上跳动着顾廷义的名字。苏映雪示意会议暂停，接起电话，顺手按下了录音键。魏苏大律师在哪搬砖呢？顾廷义那张狂的笑声
几乎要冲破听筒，背景音是极其嘈杂的引擎轰鸣声和女人的娇笑声。听得见吗？法拉利 F8 的声浪带进步。我哥刚给我提的，说是庆祝公司拿到了2个亿的投资。苏映雪语气平淡，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怜悯。顾廷义，如果你打电话来只是为了炫耀你的排气管，那我可以挂了。我现在的时薪你可能付不起。操，你还装什么高冷啊？顾廷烨在电话那头啐了一口，语气愈发恶毒。苏映雪，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妈今天带诗雨去挑婚纱了。诗雨多乖啊，我妈让她往东，她不敢往西。不像你以前，连给我妈买个燕窝都要看成分表，算计得跟什么似的。诗雨说了，以后顾家的钱就是用来享受的，不是用来给你这种女人写法律条文的。享受。苏映雪冷笑一声，顾廷烨，你哥那2个亿是贷款，是要还的，而且质押的是原始股，如果公司业绩达不到预期，或者现金流断裂，你们顾家就得卷铺盖走人。你现在开的每1公里都在消耗你们家最后的净资产。放你妈的屁，你就是嫉妒。顾廷义破口大骂。诗雨介绍的项目是海外林场，那是稳赚不赔的买卖。你这种被开除的钱大嫂，就活该在阴沟里看我们发财。我哥说了，离了你顾家的空气都甜了。新大嫂比你听话1亿倍，我哥让她跪着洗脚，她都乐意。你这种连生孩子都想推到35岁之后的职场女性，就等着孤老终生吧。电话那头隐约传来乔诗雨柔柔弱弱的声音，廷义，别这么说，映学姐她也很不容易的，虽然她没能给顾家留个后，但毕竟照顾过廷萧哥。至于你，就是太善良了。顾廷烨大声呵斥，随后对着电话吼道，听见没？这才是女人。苏映雪，以后没饭吃了，记得回来说一声，顾家后厨还缺个刷碗的，看在以前的情分上，我哥没准能赏你一口剩饭。嘟嘟通话被对方粗暴地挂断，办公室内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小周气得脸色通红，这顾廷烨简直是个畜生，映雪这你都能忍。咱们直接把那几笔债务砸过去，让他那法拉利当天就进典当行。苏映雪缓缓放下手机，嘴角却勾起一抹极其冷艳的弧度。她没有生气，反而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眼中闪烁着计算后的金光。为什么要忍？我刚才笑，是因为顾廷义给了我最后一块拼图。苏映雪站起身，走到白板前，在顾廷义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巨大的圈。乔诗雨之所以让顾廷义当子公司法人，是因为他知道顾廷义好面子，爱挥霍，且毫无风控意识。那2个亿进到顾廷烨手里，不到3天就会被洗成各种名车、名表和奢侈品消费，而这些消费记录就是顾氏商贸挪用贷款、违反质押协议的铁证。你的意思是？小周眼睛一亮，逻辑很简单，顾廷潇以为他找了个听话的女人，其实他找了个最高明的拆迁队。苏映雪转身看向财务顾问，准备好了吗？以晨曦资本的名义，正式向顾氏商贸的几家大供应商发出收购意向。我要在顾廷烨把那2个亿挥霍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发动债务违约诉讼。下午4点，苏映雪出现在了全市最顶级的私人银行贵宾室。60亿的资金已经全部分散，进入了由他亲自设计的信托矩阵。银行行长亲自端着咖啡，卑躬屈膝地站在一旁。苏女士，按照您的要求，首批5亿现金已经划拨到了您的对冲账户，只要您签字，我们可以立刻为您启动全球资产配置，
苏映雪接过派克金笔，在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利落而决绝。资产配置，先放一放。苏映雪抬起头，神色冷静。我要你们帮我盯紧顾氏商贸的所有银行流水，一旦发现有大额资金流向不明的海外账户，立刻通过联行系统给我反馈。没问题，您是我们最高等级的客户，您的意愿就是我们的指令。走出银行时，苏映雪接到了钱婆婆顾母的微信语音，语气里充满了炫耀与刻薄。苏映雪，别说我没提醒你，庭霄和诗雨的订婚宴定在下个月初8，在半岛酒店。诗雨说，毕竟大家一场亲戚，想请你来见证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名门婚礼。你要是怕丢人可以不来，但红包别忘了，毕竟庭霄养了你3年，你得懂感恩。苏映雪冷冷地按掉了语音，连回复的欲望都没有。感恩感恩，顾庭霄在深夜加班时打来的催促查账电话，感恩徐美兰在每个节日对他不渝的冷嘲热讽，还是感恩顾廷义长年累月的冷嘲热讽。他站在街头，看着这个繁华而冷漠的城市，60亿的底气让他此刻像是一尊神祗，俯瞰着那群在谎言堆里狂欢的蝼蚁。小周，帮我回一条消息给顾母。苏映雪坐进刚提的低调豪车，声音平稳，就说订婚宴我会准时参加，而且我会送上一份顾家这辈子都忘不掉的大礼。什么礼？苏映雪看着手机里显示的顾氏商贸实时股价，那是由于2亿注资利好消息而虚假拉升的阳线。一份关于听话的真实报价单，他闭上眼，脑海中浮现出顾廷霄意气风发的脸和乔诗雨那副温顺如猫的伪装。既然顾家喜欢听话的女人，那他就让全城的人看看，这种听话到最后需要用多少家产来抵债。离婚时的那本证书只是这场博弈的入场券，而现在的这60亿是他用来清算一切的筹码。逻辑从未出错，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顾家以为自己捡到了宝，却不知道他们迎来的是一个足以让他们粉身碎骨的黑洞。订婚宴筹备的半个月里，顾家成了整个商圈翻身的典型。陆廷霄带着乔诗雨频繁出入各大酒会，逢人便夸欣未婚妻是他的福星，不仅温柔体贴，还一进门就解决了公司的现金流困局。然而苏映雪坐在他的新办公室里，看着精算师递交的监控数据，嘴角勾起一抹讥讽。映雪，你看这组流水。财务顾问小周指着屏幕，那2亿过桥贷款进到顾廷义担任法人的子公司后，不到10天已经通过各种虚假咨询费、劳务费的名义转出了8000万，其中5000万流向了一个海外艺术品拍卖账户，剩下的3000万全花在了乔诗雨名下的一家空壳工作室。苏映雪翻看着那些名为营销咨询，实为转移资产的合同，语气冷静。陆廷霄自诩精明，但他对乔诗雨的那种温顺有种病态的沉溺。他太需要一个完全服从他的女人来证明他在离婚后的优越性了，所以他会下意识地忽略所有反常的细节。那咱们什么时候动手？小周问。不急质押协议里有一条硬性约束，如果公司资产负债率连续2个月超过 70%， 债权人有权要求提前还款或强制执行股权。苏映雪合上文件夹，顾廷义在外面挥霍得越狠，顾氏商贸的财务红线就崩得越快。我们要做的是帮他把这把火烧得更旺一点。此时在顾家宽敞的餐厅里，一场关于听话的温情戏
正在上演。顾母拉着乔诗雨的手，正往他手腕上套一只通透的翡翠镯子。那是顾家的传家宝，曾经苏映雪进门时，顾母死活锁在保险柜里，说苏映雪心眼太多，压不住这玉的灵气。诗雨阿妈，看你是越看越喜欢。顾母笑眯眯地拍着乔诗雨的手，你看看你，庭霄说让你别再出去工作了，你就安安分分在家里陪我，这份心意可比那个整天在法庭上跟人吵架的苏映雪强10000倍。乔诗雨乖巧地低下头，声音柔得能拧出水来，妈，庭霄哥是家里的顶梁柱，我只要把他照顾好，把您陪好就行了，至于钱财名利，那都是男人们去操心的事，我只想做庭霄哥身后那个听话的小女人。好孩子，真是太懂事了。顾母感动的眼眶微红。庭霄，你听见没？这才是咱们顾家要的。媳妇顾庭霄坐在一旁，翻阅着手里的财务报表。虽然最近公司的下游供应商催款电话变多了，但看着乔诗雨那副不争不抢、全然信赖的样子，他心头的燥热瞬间平复了不少。诗雨，你二叔那个基金会最近有没有提过那笔后续投资？顾庭霄随口问了一句。最近几个供应商的账期到了，我想先挪用一部分资金周转。乔诗雨的眼神深处闪过一丝惊慌，但他掩饰得极好，立刻放下汤勺，走到顾庭霄身后，轻柔地揉按着他的肩膀。庭霄哥，二叔说只要下个月的订婚宴办得体面，让家族长辈看到顾氏的实力，后续的3亿资金会立刻到位。乔诗雨语调软糯，带着一丝撒娇，你是不是最近太累了？要不咱们订婚宴的预算再加200万。二叔说豪门的门面就是信用，咱们越是显得阔绰，投资款到账就越快。顾庭霄感受着肩膀上温柔的力度，听着这种全然为他着想的建议，脑子一阵发昏。行，听你的，门面确实重要。廷义那边今天又刷了500万买表，我也没说他，男人在外面跑，没点行头不行。庭霄哥你真大度。乔诗雨在他耳边吐气如兰。廷义也是为了结交更多富二代，好帮公司拉业务吗？躲在门后的顾廷义听见这话，心里乐开了花，对这位新嫂子简直感激涕零。他心想，苏映雪以前只会盯着他的信用卡账单，数落这个新嫂子简直就是菩萨转世。但他不知道，乔诗雨在转身进厨房的那一刻，迅速拿出手机发了一条加密信息，老顾已经上钩，预算又批了200万，尽快洗白。2周后，半岛酒店，顾庭霄和乔诗雨的订婚宴盛况空前，全城的商界名流都在讨论顾家的惊天大逆转，说顾庭霄离了个丧门星，赢了个财神奶奶。苏映雪准时出现在会场门口，她穿了一身极其简单的深灰色修身礼服，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只有颈间带着一条低调的南洋珍珠项链。但在她身后跟着4名西装革履、神情冷峻的男女，那是他新组建的法律与财务清算团队。哟，苏大律师还真敢来啊！顾廷烨穿着一身闪瞎眼的亮片西装，挺着胸脯拦住去路，怎么是来讨剩饭吃的？还是来观摩一下什么叫真正的豪门盛宴？苏映雪没理会他的挑衅，只是淡淡扫了一眼他手腕上那只价值100万的新表，表不错，希望一会儿法院查封的时候，你也能笑得这么灿烂。你他妈咒谁呢？顾廷烨脸色一变，正要发作，顾庭霄挽着乔诗雨走了过来。乔诗雨今天穿了一件特制的红色重工礼服，光彩夺目。
他看到苏映雪，立刻露出一副怯生生的表情，往顾廷霄身后缩了缩。廷霄哥，映雪姐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顾廷霄冷笑一声，安抚地拍了拍乔诗雨的手，随后傲慢地看向苏映雪。苏映雪，我知道你现在落魄，如果你今天是来闹场的，我劝你省省。顾氏现在有数亿资金注入，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被你用法律条款就能拿捏的小公司了。顾廷霄逻辑学第一课，如果你看不清陷阱的边界，那是因为你已经掉进了陷阱中心。苏映雪从手包里拿出一份蓝色的文件夹，当众递了过去。这是什么红包？顾廷烨嬉皮笑脸地抢过去拆开。下一秒，顾廷义的笑容僵死在脸上。文件夹里不是礼金，而是一张巨大的债务穿透表，以及几十份债权转让协议的复印件。10分钟前，晨曦资本已经完成了对顾氏商贸所有到期债务的法定回购。苏映雪的声音并不响亮，却在寂静的宴会厅里字字如雷。顾总，由于你弟弟顾廷义作为法人，在过去1个月内违规挪用过桥贷款进行高额私人消费，且公司负债率已飙升至 82%， 触发了质押协议的强制清偿条款。你胡说八道！顾母冲过来大喊，我们有2亿投资，我们有诗雨。所谓的2亿投资，只不过是乔诗雨女士利用虚假海外基金会进行的左手转右手。苏映雪转向脸色惨白的乔诗雨，眼神锐利如刀。乔小姐，你二叔那个林场去年就因为大火破产了，现在还在国际刑警的红色通缉名单上。你引诱顾廷霄质押股权，其实是想通过顾廷义的账户把顾家仅剩的一点现金流全部卷走，对吗？全场哗然。顾廷霄猛地看向乔诗雨，手上的力道不自觉地加重。诗雨，他说的是真的吗？那笔钱不是注资吗？廷霄哥，我不知道。乔诗雨眼泪说掉就掉，依旧演着那副温顺听话的戏码。英学姐一定是嫉妒我，她故意伪造这些东西来破坏我们的婚礼。伪造。苏映雪冷笑一声，对着身后招了招手。2名穿着制服的银行调查员和1名警察走了进来。顾廷霄先生，我们接到举报，涉嫌大额洗钱和合同诈骗。由于您的债权人晨曦资本已申请资产保全，从现在起，顾氏商贸的所有账号将被冻结。顾母一听，2眼翻白，直接瘫在了地上。那只翡翠镯子磕在台阶上，发出清脆的一声，碎成了3瓣。顾廷霄看着那碎掉的镯子，又看看面前冷静如神奇的苏映雪，一种巨大的被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屈辱感瞬间席卷了全身。苏映雪，你早就知道，你一直躲在暗处看我的笑话。不顾廷霄，苏映雪走近一步，语调依旧平和，却透着彻骨的寒意。我只是在帮你算最后一笔账。你不是喜欢听话的女人吗？你不是觉得听话代表着忠诚和福气吗？现在账单出来了，这种听话的标价是你整个顾氏家业加上你后半辈子的自由，这个价格你满意吗？乔诗雨见势不妙，甩开顾廷霄的手就要往侧门溜，却被早已候在那里的保安稳稳拦住。乔小姐，关于那8000万的留下，你可能需要去警局好好听话交代一下。苏映雪站在宴会厅中央，夕阳透过落地窗洒在她身上，她没有笑，也没有胜利者的狂态，她只是觉得空气终于清新了。60亿的底蕴让她根本不屑于去撕扯什么，她只是用最冰冷的逻辑推倒了那个由自大和谎言堆砌起来的积木堡垒。顾廷霄跪在凌乱的红地毯上，
看着那些昔日的合作伙伴纷纷离场，看着那个他曾以为是救世主的温顺女人被戴上手铐，终于明白苏映雪给他的那份离婚协议根本不是软弱，而是他给他留下的最后一点体面。可惜他亲手撕碎了它，半岛酒店的奢华水晶灯依然在闪烁，但在顾家人眼中，那光芒此刻比刑场的刀锋还要冷。保安已经封锁了现场，乔诗雨被带走前，那副温顺听话的皮囊终于彻底撕裂。他对着顾廷潇嘶吼着姓顾的，你以为我真看上你这个二婚男？要不是看你蠢，看你妈好骗，我连看都懒得看你一眼。那8000万早就洗出去了，你等着坐牢吧。顾廷潇瘫坐在地，曾经一丝不苟的发型凌乱不堪，而一旁的顾母正哭天抢地的捶着地毯，指着苏映雪骂道，苏映雪，你这个扫把星，一定是你设的局，一定是你见不得我们好。苏映雪居高临下的看着这位曾经百般刁难自己的婆婆，眼神中没有一丝波澜。顾女士逻辑是不会骗人的。乔诗雨是顾廷烨在夜场带回来的，合同是顾廷潇亲自签的，那2亿贷款是顾廷烨一笔笔花掉的。从头到尾，我只是一个买下你们烂账的收债人。说完，苏映雪转身带着团队穿过那些指指点点的宾客，走得从容而决绝。3个月后，初冬，顾氏商贸的破产清算进入了最后阶段。顾廷潇因为涉嫌多项违规经营和合同诈骗，虽然在苏映雪恰到好处的证据链剥离下勉强避开了刑事重判，但数亿元的民事赔偿让他彻底沦为富翁。这一天是顾家老宅被法院公开拍卖的日子。苏映雪坐在一辆低调的黑色轿车后座，看着顾廷潇搀扶着中风后半身不遂的顾母，拖着几个破旧的皮箱走出大门。顾廷烨跟在后面，原本嚣张的脸庞此刻写满了惊恐与落魄，他身上那套名牌西装早已因为躲债而变得污浊不堪。林总，顾廷潇申请在交房前见您一面。陈克律师低声问道。苏映雪沉默片刻，点了点头，让他过来。顾廷潇走到车窗前，隔着玻璃，他看到苏映雪那张平静年轻且透着一种上位者威严的脸。他突然意识到，离开顾家后的苏映雪像是被剥去了锈迹的明珠，美得让他感到陌生。映雪，顾廷潇一开口，嗓音沙哑的厉害，我知道晨曦资本幕后的真正老板是你。那60亿你是什么时候拿到的？苏映雪降下车窗，声音平静如水。离婚那天下午，但我之所以能拿回一切，靠的不是那60亿，而是你在婚姻里从未给过我的尊重与清醒。顾廷潇，如果你当初能听进我的一句风险预警，如果你不那么执着于寻找一个听话的附属品，你今天也不至于输给乔诗雨那种低级骗子。顾廷潇惨笑一声，眼眶通红。是啊，我一直觉得你太要强，觉得你算计。可我现在才明白，这个世界上只有真正清醒的人才会花精力去帮你算计风险。那些只会说好听话的人，算的是你的命，哥你跟他废什么话？顾廷烨冲上来，依然带着一种病态的理直气壮。苏映雪，你那么有钱，你就眼睁睁看着我们住天桥，妈都这样了，你给个几百万怎么了？你当初在顾家吃香喝辣的时候，苏映雪冷冷地打断了他。顾廷烨，我在顾家吃的每一顿饭都是我熬夜写合伙协议赚回来的。至于你们，顾廷潇作为债权人，我额外给你们留了5万块生活费。这不仅是全了最后一丝名义上的情分，
也是为了让你记住，这就是你当初觉得我可以被打发的价格。顾廷霄身体剧烈一颤，5万块，那是离婚那天他高高在上的施舍给苏映雪的数字。如今这个数字像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原封不动的还到了他脸上。车窗缓缓升起，映雪，我后悔了，我真的后悔了。顾廷霄对着离去的车影嘶喊，却被风雪瞬间淹没。1周后，全市最高端的金融峰会在5星级酒店顶层举行。苏映雪作为晨曦资本的创始合伙人，受邀发表主题演说。她穿着剪裁冷冽的白色西装，站在聚光灯下，面对着台下无数的行业巨头和媒体镜头。很多人问我，资本的本质是什么？苏映雪的声音清冷而有力。我认为，资本的本质不是支配，而是选择。我们选择清醒，而非盲从；选择逻辑，而非伪善。在婚姻中如此，在事业中亦然。台下掌声雷动，而在会场外，昏暗的街道转角，顾廷霄正顶着寒风，试图推销手里最后几份廉价的商业保险。他无意间抬头，看到了商场大屏幕上正在直播的苏映雪，屏幕里的她光芒万丈，是他这辈子再也无法触碰的顶峰。而他身边，顾母正坐在轮椅上流着口水，含糊不清地喊着听话，找个听话的媳妇生孙子。顾廷霄绝望地闭上眼，手中的宣传单散落一地。逻辑从未出错，所有建立在压迫与谎言之上的顺从，最终都会在真实的利益面前化为齑粉。苏映雪走出酒店大厅时，天空中正飘起细碎的雪花。小周走上前，递给他一份新的投资名单。映雪，这是明年关于女性职场法律援助的公益，预算初步定在2亿。苏映雪接过文件，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走吧。他看着远方灿烂的霓虹，轻声道，晚饭我想吃那家不用排队的清汤面，多加一点葱花。它不再是顾家的附属品，不再是律所的计算工具，它是苏映雪。在那场关于听话与博弈的婚姻废墟上，他亲手建立了自己的帝国。